这是全网最严谨、最为真实的香港办理银行卡攻略了，99%的人都不知道的办理雷区，不看很可能导致你去香港白跑一趟。香港办银行卡，尤其是汇丰、万卡，我在网上看到过不少的攻略，说这事儿简单的跟玩似的。但我用香港线下办卡的亲身经历告诉你，很多信息都是错误的，是误导人的，根本不是说的那么容易，就是纯粹吸引你的眼球、骗流量的。因此我决定做这一期视频，分享我在香港办卡的真实经验和关键细节，希望我们能帮到那些正在为办卡而烦恼的朋友们，特别是对于那些投资港美股或者是香港赛马会的友友们，有2个细节至关重要，一定要看到最后哟。首先说说预约的问题，我下载了香港汇丰流动理财应用，并预约了某个周三下午在汇丰中心的分行办理。当预约成功后，系统会生成一个2维码，去银行时需要出示。我在周三下午1点半准时抵达分行，务必注意预约时间只允许你最多迟到15分钟，过时可能要重新排号哟。当我到达汇丰中心分行并告知工作人员我是来办理银行卡时，他直接给我取了一个号让我等待。在我告诉他我其实已经在网上预约成功，他才让我用手机打开应用并出示2维码。因此我发现当天在该银行实际上是可以前往办理而不必提前预约的。虽然如此，还是建议大家尽量预约，因为我在之后路过的另一家汇丰银行咨询，他们已不再接受 walk-in， 且网上预约的时间已经排到了1个星期之后。稍等片刻后，一位男性工作人员接待了我，他让我出示了身份证和港澳通行证。至于网上说的过关小票和地址证明，比如信用卡账单，他则一概没问。接着他询问了我办理银行卡的原因，我当时用了一条全网都极力推荐的理由：投资理财。然而他直截了当地问我是否能提供投资理财的证明呢？这一提问令我颇感意外，因为网上没有任何人提及过这个情况。幸运的是，由于我在香港最大的科技券商富途证券有投资美股，我向他展示了我的富途账户，因为没有刻意遮挡我的余额等个人信息，他看到后还刻意回避了视线。所以提醒大家，如果你的开卡理由是投资理财，一定要提前准备相关证明，否则遇到类似提问可能就无法过关了。接下来就是填写个人资料了，也就是 KYC， 了解你的客户，所有信息均在工作人员提供的平板电脑上填写，且均为英文，有些地址填写过长，导致无法继续。工作人员耐心地帮助我进行了简化，整个过程大约用了20多分钟吧。填写完后，工作人员告诉我，系统判断我可以立即拿到卡，不用等待邮寄了。当我拿到卡的那一刻，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我随即跟工作人员聊了起来，我问他，如果当时我无法提供投资理财的证明，会不会影响卡的办理呢？他直言不讳地说，很可能会，因为如果每个人都随便给个理由，银行就难以管理了。我又问，如果我是为了将来的投资理财而开卡呢？他回答，那就需要提供更多的材料，比如收入证明和预期在汇丰作为投资的存款金额，这样整个过程就会变得复杂。因此不要相信网上的说法，认为只要说自己是投资理财就能顺利办卡，实际上需要有实质的证据支持。在拿到卡后，工作人员还叮嘱我去 ATM 修改密码，并存入一些资金以激活账户。我随即修改了密码，并存了200港币，银行的部分就完成了。但关于理财投资账户的问题还远远没有结束。首先，如果你在富途已经有了账户，想与这张汇丰银行卡绑定，需要提交一张同时包含银行卡号和姓名的图片，才能成功的绑定。然而由于我的卡是在现场领取的，来不及刻上姓名，因此无法提供所需要的图片。后来我到了富途流流的门店咨询，工作人员告诉我，必须等到电子结单出来后，才能上传同时包含有姓名和卡号的结单图片，完成绑定。其次，对于参与赛马会的朋友来说，情况就更为复杂了。我尝试将这张卡与我的赛马会账户绑定，但工作人员告知绑定失败，原因是身份信息不一致。在进一步咨询后，我了解到赛马会使用的是大陆的身份证开户的，而汇丰银行用的是港澳通行证。
因此双方的信息不统一。目前赛马会仅支持内地客户使用大陆身份证开户，而无法支持港澳通行证或护照办理。之前是可以用护照办理的，因此若想给赛马会账户存取款，只能选择现金的方式，或者办理另一张以大陆身份证开户的香港银行卡。如果你之前已经用护照开立了赛马会的账户，那么在办理汇丰银行卡时，请告知工作人员你希望以护照进行开户，这样就能确保信息一致，并成功绑定了。以上就是我在汇丰银行复读流流以及香港赛马会亲身咨询多位工作人员后所总结出来的办卡投资及账户绑定的经验，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在未来的办理过程中少走不必要的弯路。记得点赞关注哟，我们下期见。